冰岛是仅次于大不列颠岛的欧洲第二大岛。冰岛形成于大约7000万年前。冰岛地底下有一个连通地幔深处的巨型岩浆囊，科学家将其称为冰岛热柱。热柱释放出大量的岩浆，造成一系列海底火山喷发，为冰岛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冰岛坐落于分隔北美与亚欧板块的大西洋中脊之上，来自地幔的热力不断升至地表。冰岛的200余座火山就是丰沛地热能源的产物。因冰岛靠近北极圈，所以冰岛在地质学又被誉为极圈火岛。由于冰岛远离欧洲本土，该岛是欧洲最后一个有人居住且没有史前时期的国家。尽管中世纪手稿称来自挪威等地的维京人是冰岛的第一批居民，但某些文字证据显示，公元8世纪爱尔兰僧侣在挪威人到来之前就在冰岛生活过。根据成书于12世纪的冰岛史书记载，英格福尔·阿纳森是冰岛的第一位永久定居者。他是一位住在挪威沿岸的酋长，由于杀害同胞被流放。他在北欧无处容身，只得孤注一掷，率领亲信扬帆远航。传说在航行中，他将座位上的2根立柱置入海中，柱子靠岸的地点就将成为他的定居地。因为这位维京人在极寒严冬中，仿佛看到冰岛北部的峡湾中的巨型浮冰，他于是将这座岛屿命名为冰岛。根据定居书的记载，英格尔夫的队伍于874年在现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附近建立了居所。当时的挪威国王哈拉尔德铁腕打压不服从的割据势力，于是许多挪威首领选择追随英格尔夫的脚步，前往冰岛定居。随着维京人和凯尔特人的涌入，冰岛结束了文明荒芜期。这些最初的定居者，除了将当时北欧地区的物质文明引入冰岛外，更为这座无人岛带来了繁荣的书写文化。在当时通行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诺尔斯语，成为了冰岛民族最初的语言。后来丹麦、瑞典等国的语言在与欧洲大陆的交汇中历经巨变，只有冰岛保留了这种古老而复杂的语言。所以，今天的冰岛人仍然可以轻松地阅读1000年之前的文字作品，这也算是人类语言史上的一个奇迹。当然，也因此，冰岛语成为了世界上最难的语言之一。到公元930年左右，冰岛所有可开垦的土地均已有人居住。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冰岛人在辛格维利尔峡谷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议会。随着议会的成立，冰岛成为了一个初具现代民主结构的独立国家。这一时期被史学家称为冰岛自由邦时代。自由邦居民的生活并非自给自足，冰岛会从格陵兰岛进口海象牙与毛皮，从拜占庭进口珠宝、银器与葡萄酒，从英格兰进口小麦。据推测，在第一批定居者到来的时代，冰岛约40%的土地被桦树林覆盖。据学者推测，在1个世纪内，冰岛的森林已被完全砍伐，这对土壤可耕性产生了影响。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公元995年，奥拉夫一世继承挪威王位，他曾向冰岛派遣传教士，但收效甚微。公元999年，他断绝了挪威与冰岛的一切贸易往来，以此胁迫冰岛人放弃北欧异教信仰，改奉基督教。1年后，为了避免战事祸端，冰岛议会法律宣讲人被委以重任，负责判决冰岛是否应当接受基督教。在毛皮毯下深思了1天1夜后，索尔盖尔决定冰岛应该接受基督教。之后，他将北欧众神的神像置入一座瀑布中，该瀑布因此得名为众神瀑布。时至今日，众神瀑布依旧是冰岛北部钻石圈的一处热门景点。13世纪，挪威国王在冰岛的势力日益增强，这引发了一场残酷的内战。冰岛各大家族利益不同，一方支持归顺挪威哈康4世国王，另一方则反对将权力拱手让与挪威。这段战争时期以史蒂尔龙家族命名，史蒂尔龙家族是当时冰岛最强大的家族。当时正逢小冰期席卷而来，冰川自北极圈向低纬度地区扩张，冰岛气温大幅度下降，植物因低温而生长缓慢，大面积的农田、草场在人们过度伐木与放牧后，深陷水土流失的恶性循环。天灾毫无预警的爆发，这才让人们意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经过一段时期的内乱后，吉苏尔·托瓦尔松成为了冰岛最具权势的首领。挪威国王为其封爵后，托瓦尔松最终促成了1262年冰岛与挪威之间合约的签署。
这份合约标志着冰岛正式成为挪威的附属国。1个世纪后的1380年，挪威并入丹麦，冰岛由此成为丹麦的附属殖民地。大约在16世纪中叶，作为新教改革的一部分，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三世开始将路德教强加给他的所有臣民。直到今天，大多数冰岛人仍然是路德教信徒。17世纪，丹麦对冰岛实施了严格的贸易限制。18世纪的一场天花大流行夺走了冰岛1/3的人口。此外，1783年冰岛南岸的垃圾火山的喷发，造成冰岛80%的牲畜与农作物覆灭。随之而至的饥荒让冰岛1/4的人口丧命。垃圾火山喷发出的巨量火山灰扰乱了非洲和印度的季风周期，导致埃及1/8的人口死于饥荒。历史学界认为，粮食的短缺使法国内部的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从而推动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18世纪中叶，冰岛受到了启蒙思想的影响，产生了一批科学先驱。1786年，在斯库里马格努森创办的羊毛产业支持下，雷克雅未克建市。拿破仑战争期间，由于丹麦加入法国一方，为遏制法国及其盟友，英国海军封锁了冰岛的航路，这使冰岛再次穷困。拿破仑战败后，作为失败的一方，丹麦被迫将挪威割让给瑞典。此后，冰岛兴起了脱离丹麦统治的独立运动。1843年，经丹麦同意，冰岛时隔8个世纪后，终于再次召开了属于自己的议会。之后，议会确立了冰岛语的地位。1874年，丹麦政府给予冰岛有限的自治。1918年，丹麦与冰岛签订联合法案，丹麦承认冰岛为丹麦王国附属的主权国。自此，冰岛在内政方面获得了类似于保护国的地位。1940年，纳粹德国在占领丹麦后，冰岛议会宣布，冰岛政府从丹麦收回外交及其他事务的主权。英国随后要求在冰岛建立基地，冰岛却不愿意卷入战争。英国首相丘吉尔向战时内阁提出，与冰岛政府进一步的外交努力可能会让德国人知道英国的入侵计划。因此，在没有任何事先警告的情况下，入侵是更具战略性的举措。随后，英国制定了一个代号为鱼叉的军事行动。同年5月8日，贝维克号和格拉斯哥号巡洋舰带着756名英国海军陆战队员，在无畏号和运气号驱逐舰的护航下，向冰岛方向驶去。英国陆军上校罗伯特·斯滕戈斯带领的这支远征军，大部分是新兵，他们没有接受足够的训练，手里也缺乏重武器，甚至连一张像样的冰岛地图都拿不出来。就在航行途中，一名新兵因为心理压力太大而自杀身亡。当英国水上侦察机对冰岛首都的防卫情况进行侦察时，冰岛人发现了英军的存在。冰岛首相乔纳森迅速召来国民警察部队负责人商量对策。冰岛没有军队，只有一支70人的国民警察部队，这显然无法抵抗英军的进攻。乔纳森无计可施，只好打电话向英国领事馆抗议。就在乔纳森与英国领事通话之际，雷克雅未克街头已经出现了荷枪实弹的英国士兵。就这样，英国远征军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冰岛首都。1941年7月，美军接替英军驻守冰岛。美军的驻守为冰岛带来了机场、港口、医院等基础设施，从而促进了冰岛的发展。在战争最激烈的几年里，外国军队占冰岛本土男性人口的50%。当地男性很快就注意到许多冰岛女性对这些新来者表现出的迷恋，这让冰岛男性深感恐慌。由男性权利与爱国主义主导的社会话语开始向这些女性发起攻击，冰岛政府甚至认为这些与美国人过从亲密的妇女有伤风化。1941年，冰岛警察秘密跟踪了500多名妇女，将她们统一送去了冰岛西部地区的教管所。她们生下的孩子被人蔑称为状况孩子。就在战争即将结束之际，冰岛举行了宪法公投。由于此时纳粹德国仍占领丹麦，许多丹麦人认为举行这样的选举并不合适。冰岛举行公投后，有98%的冰岛民众支持独立。同年，丹麦君主制被废除，冰岛获得完全自治。尽管冰岛已经独立，但美军在凯夫拉维克协议规定的撤离日期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仍逗留在冰岛，这引发了冰岛民众的抗议。1951年，
美国将凯夫拉维克国际机场归还给冰岛国防军，但美国海军保留了凯夫拉维克海军航空站，直至2006年。在美军离开后，冰岛防务改由丹麦与挪威负责，这让冰岛成为世界上少有的没有军队的国家。冰岛独立后，可以说渔业就是冰岛的经济命脉。冰岛曾因渔业资源和周边国家发生过多次冲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与英国发生的鳕鱼战争。英国、丹麦、冰岛周边的海域因受北大西洋暖流和北冰洋冷水交汇的影响，产生永生流，形成了世界4大渔场之一的北大西洋渔场。北大西洋渔场以盛产鳕鱼而闻名于世。自5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罗马天主教教廷控制了欧洲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教廷规定，一年有近一半的日子不能吃肉。由于鱼不被罗马天主教教廷视为肉类，因此鱼成为了肉的替代品。一直以来，英国对包括鳕鱼在内的各种鱼类需求量都非常巨大。虽然就口腹之欲而言，营养美味又不易致胖的优势，已经足以让鱼跻身为英国居民的永久性食材。但从精神信仰的角度来看，鱼还拥有着一种特别的意义。在希腊语中，鱼这个单词所包含的字母可以被翻译为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我们的救主。在基督世界中，食鱼渐渐演变成了带有宗教意味的饮食习惯。到公元16世纪，英国议会甚至推出了食鱼日，规定4旬斋和每周的周3、周5、周6都不能吃肉，必须吃鱼，否则将会被处罚金3磅或者监禁3个月。1563年推出的关于食鱼日的法规中明确写道，之所以命令吃鱼，是为了增加渔民和水手，恢复港口城市。事实证明，这类措施是有效的，居高不下的鱼类消费需求推动了英国海洋经济的发展。当时英文里的鱼这个词，如果不做特别说明的话，就用来指代鳕鱼。而在冰岛，鱼的腥气被描述为钱的香气，因为当时没有明确的领海范围定义。于是，大批英国渔船前往冰岛海域捕捞鳕鱼。1893年，为了保护鳕鱼资源，丹麦宣布冰岛海岸附近的捕鱼限制为50海里。这一举动严重损害了英国的利益。1901年，在英国的武力威胁下，丹麦与英国签署协议，规定3海里的领海限制。一战后，随着国际法的完善，英国和丹麦签订的3海里领海限制成为了国际共识。此后，冰岛附近约50海里海域成为了英国捕捞鳕鱼的重要海域。冰岛脱离丹麦后，面临着经济发展困境。冰岛全境几乎都是冰川和苔原，缺乏农耕土地，也不像丹麦那样拥有完善的工业体系。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渔业。因大批外国船只的到来以及渔业资源的减少，冰岛在1948年制定了渔业限制法案。1年后，冰岛启动与英国的谈判，希望废除此前丹麦与英国签订的3海里领海限制。同一年，挪威提出将领海从3海里延伸至4海里。英国和挪威就此争议上诉至国际法庭，国际法庭支持挪威的主张。随后，冰岛宣布援引此条例，将自己的领海宽度拓展至4海里。为了报复冰岛，英国限制了冰岛鳕鱼产品的进口。这一举动严重打击了冰岛的经济。为了减少对英国的依赖，苏联成为了冰岛鳕鱼产品的主要出口国。为了阻止冰岛倒向苏联，在欧洲经合组织的介入下，1956年，英国勉强承认了冰岛的4海里领海要求。然而，从3海里扩展到4海里，对冰岛是远远不够的。当时，英国使用了拖网捕鱼的方式捕捞鳕鱼。这种方式虽然提高了捕鱼效率，但无异于是掠夺式捕捞。当焦虑的冰岛人发现鳕鱼的捕捞量仍然在持续下滑时，他们决定继续扩大领海限制范围。此时，冰岛和苏联的经济关系密切，担心冰岛倒戈苏联的西欧国家都离开了冰岛要求的12海里海域。但在该海域捕捞鳕鱼数量最多的英国却不愿意离开。1958年，在英国渔民工会的施压下，英国海军派出了37艘舰艇为英国渔船护航。当时的英国皇家海军刚刚经历过第2次世界大战的洗礼，而冰岛只有一些就渔船改造而成的土炮舰，二者之间的力量对比极为悬殊。冰岛为了不过度刺激英国，冰岛战舰虽然向英国船艇开炮，但却刻意避免伤到船员。
美国担心战事扩大，因此极力劝和。经过多轮谈判，1961年，英国接受冰岛提出的12海里领海新规。作为交换条件，冰岛给予英国船只未来3年在冰岛海域6至12海里处捕捞鳕鱼权，但捕捞数量被严格限制。随着60至70年代的全球经济增长、人口暴增和捕鱼技术的发展，大西洋的渔业资源出现了减少。1971年，冰岛宣布将禁渔界限扩大到50海里。当时，冰岛为所有的海岸警卫队船都配备了一种专门用来破坏拖网渔船的刀具。据统计，在长达1年的斗争中，冰岛共截获了渔网84张，其中69张属于英国。英国对冰岛这种得寸进尺的做法忍无可忍，派出7艘军舰驶入冰岛要求的50海里海域。面对来势汹汹的英国军舰，冰岛威胁脱离北约来逼英国就范。美国为保住冰岛这一重要的海外军事基地，联合了北约其他国家对英国施压，英国被迫再次让步。1975年，第30届国家为了维护海洋权利，提出了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概念。冰岛借助这一风波，将2年前的50海里禁渔区扩大到了200海里。欧共体为防止冲突扩大，对两国进行调停，但英国出于前2次的教训，坚持绝不让步。1976年，欧共体公开宣布，欧洲各国的海洋专属区均限定在200海里。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英国不得不承认200海里的经济专属区。就这样，冰岛在3次鳕鱼战争中大获全胜。鳕鱼战争结束后，英国又重新成为冰岛鳕鱼的重要出口地。20世纪70年代，冰岛一半的外汇储备由鳕鱼等海产品出口创造。冰岛通过渔业出口带来的经济红利，在短短的30多年里完成了经济转型。对于冰岛这样的渔业大国来说，其水产占其出口总额的20%。如果加入欧盟，很可能会失去渔业自主权。与此同时，由于冰岛与美国的特殊关系，这进一步减少了冰岛对欧洲国家的依赖。截至2017年，冰岛民调反对入欧的比例仍超过50%。目前，冰岛已连续14年被评为全球性别最平等的国家。1980年，芬博阿多蒂尔成为全世界第1位民选产生的女性国家元首。在接下来的选举中，她又连续3次胜出，至今她仍是世界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民选女性国家元首。在她16年的任职期间，冰岛在性别平等之路上突飞猛进。到1999年，冰岛国会的女性议员已超过1/3。当时，冰岛经济以平均每年4%的速度增长，并实现产业多元化。冰岛人曾一度考虑将金融作为该国的支柱性产业，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冰岛3大银行因高风险投资失败而破产。受益于埃亚菲亚德拉冰盖火山的喷发，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冰岛。冰岛政府利用这个契机，将该国打造成旅游目的地。冰岛还利用其资源生产绿色能源，建立了众多地热发电站与水电站堤坝。这些举措引发了关于保护自然与利用能源的激烈争论。